对华卡脖子就行，轮到中国崛起就跳出来反对，基辛格凭什么？哪来的资格？中美大反转，想我国放美国一马，做梦！近日，在以智联世界众志成城为主题的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前美国国务卿兼安全顾问基辛格就人工智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对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多年来参与建设的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两国人民的较量深感欣慰。前部分，基辛格要铺垫中美应该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声称双方应该展开对话。可关键的在于最后一句话，基辛格提醒，如今高科技的商业领域有垄断的倾向。对此，他声称希望任何一方都不能谋求垄断，双方必须达成一致。尽管基辛格给出的解释是最符合双方安全利益、符合未来的商业利益以及人文发展的最好办法，但是不难看出，他最终目的无非是想释放中美任何一方都不能谋求技术垄断的信号。突然发表这一番言论，倒是令外界非常疑惑：什么时候美国也开始担心垄断性竞争了？过去，美国已经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个行业垄断了好几十年，现在如此担心垄断性竞争，难不成基辛格认为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即将面临一个被中国卡脖子的局面？又或者是拜登政府有这样一个担忧，但由于不好出面，便派基辛格出面？如果顺着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美国的技术禁运，中国都是处于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要不是美国的技术禁运，今天的中国会有更多的东西是国产的。这些年来，中国开始通过产业升级，逐步摆脱受害者的身份。当完整的全产业链打通后，中美的身份就该变了，轮到中国崛起卡美国的脖子了。如此说来，就在中国离实现这个目标不远之际，基辛格突然跳出来要求中国放美国一马，很大可能是深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事实，无法阻止，于是想要在被中国打之前先磕头。可基辛格凭什么说出这样的话？轮到中国崛起就站出来反垄断，做什么白日梦？以前美国卡中国脖子的时候可是毫不犹豫，一点不带手下留情的。现在发表这番言论，且不说基辛格傻不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把中国人当傻子。美国怎么不先解除对华为的供应制裁，摆明了一副只许我行你不行的丑恶嘴脸？退一步来说，就算中国在这方面不垄断，以美国的无耻，必定会在之后反过来借此技术垄断来对抗我国。美国是一个一旦有机会，就绝对会在第一时间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国家，想让该国平等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包括我国人在内的外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至此，对美国外交一定要保持最清醒的底线思维，不管现在美国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我国都不能轻信。美国突然又制裁多家中企，这次中方回应有何不寻常？为何说美国制裁来得正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7月9号，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称，将34家实体列入紧急黑名单，其中包括14家中国企业。而美国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企业在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群体的压制、大规模拘留和高科技监视运动中涉嫌侵犯和践踏人权。一直以来，美国蓄意编造新疆人权谎言，就是为了借机打压中国及其企业。这次又暴露了其不良居心。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高科技核心领域的摩擦越发激烈，美国滥用国际力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步步紧逼。在包括半导体等美国还有优势的领域，美国采取技术封锁；而在5G、无人机等美国已经落后的领域，则以国家安全为由，拉上盟友采取全面围堵打压态势。与此同时，标普道琼指数富时罗素决定将更多中国企业从其指数上剔除。标普道琼指数将在8月2号删除25家中国公司，而富时罗素将在7月28号从指数中再剔除20家中资企业，包括航空航天相关企业、中国重工、中船防务等中企。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势回应：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升，个别企业即使不在一些国际指数内，也并不妨碍国际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投资这些企业，分享中国发展红利。而有关指数剔除优质的中国企业，反倒降低这些指数的权威性，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这次不仅是坚决反对，而这个不寻常又侮辱性的极强回应，是因为大国底气所在。事实上，6月初，拜登最新行政令禁止美国国内对涉嫌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进行投资，这会加深美国上市公司的麻烦。在今年3月份，美国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最新修正案，而那些赴美上市的中企想要保留上市资格，就必须满足更多信息披露要求及
易触犯到破坏国家安全的层面。美国随意制裁中企，禁止投资中企等行为，正好配合中国监管收紧，让一些中企对美国彻底放弃幻想。中国互联网公司扎堆赴美上市的热潮该退了，最大的输家是美国交易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的这个举措来得正好，让人拍手叫好。现在的美国有多害怕，再次对中国祭出杀招。同一天，俄罗斯公开力挺中国，拜登着急了。中国3招致命美国。据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于日前将1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其经济黑名单，指控其在新疆侵犯人权以及进行相关高科技监控。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刚宣布将5家中国新疆实体列入黑名单，给出的理由是强迫劳动，打着人权的幌子打压中国特定企业以及产业的工具，找借口祸乱新疆，以这种方面遏制中国是美国的常用手段。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各种打压制裁，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蒸蒸日上。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在此背景下，美国再次将中国10多家公司拉入黑名单，所以说明美国已经黔驴技穷。在这场中美的激烈博弈中，美国只剩下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公司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办法。当然了，从侧面也反映出拜登政府已经着急了，一系列打压制裁举动就如一团棉花打在墙上，没有任何作用。有趣的是，就在美国将1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喊话中国，声称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使两国人民友谊世代相传。扎哈罗娃特别用中文祝福中俄友谊，在这个时候祝福中俄友谊，在外界看来不免与拜登政府叫板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在用这种方式变相力挺中国。这些年来，中俄关系一直不错，双方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相比美国的疯狂，中国反而在国际上广交朋友。除了俄罗斯以外，中国在疫情期间积极为10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拥抱全球化，也一度在第47届人权理事会上获得了近100个国家的力挺。中国早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美国想继续在国际社会上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如果上述是中国面对美国打压下第1招应对办法，那么精准反击、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就是第2招。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中方早已经表明，美国若继续进入中国周边海域，解放军该驱离驱离，该监视监视，绝不再客气。最近传出中国在大量建设洲际导弹发射井，虽说是乌龙，但足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核威慑力量的忌惮。最后，哪怕美国在对我国发动贸易战，中国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发展，向下一个100年的目标前进。只有中国越强，美国才会越害怕，用实力说话才是反击美国的最好办法。仅这3招就足以致命美国。拜登着急也属正常，不过这跟中国没关系，我国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稳中求胜就行。在中国周边挑事，中方不再警告，直接封海，终于出招重敲美国，有胆子就试试，内部越发心虚，解放军已经不好惹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美国海军查尔斯顿号滨海战斗舰经过马六甲海峡重新回到南海的当天，中国海事局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7月9号至13号，黄海中部将会有重大军事活动，禁止期间任何船舶驶入。自拜登上台，美国加大力度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以来，这并非我军第一次进行军事活动，但相比之下，这是最特别的一次。据悉，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封海之前，南海于6月19号至25号周围1600平方公里的海域禁航7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打着所谓自由航行的幌子，派遣军舰、军机频繁在南海等多个中国周边海域挑战中国底线，严重扰乱了中国多个区域的和平稳定。一系列举动甚至直接威胁到中方的核心利益。如今，美国海军查尔斯号滨海战斗舰又一次肆无忌惮地重新返回到南海，摆明了就是没有将中方的警告放在眼里，仿佛把南海当成了自家后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所以，当美舰再次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挑事的时候，解放军不再口头警告，而是选择直接封海，霸气宣布不能在1600平方公里的海域上航行，不然必定遭到解放军疯狂攻击。这一招在彻底打掉了美国气焰的同时，解放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派出28架军机大规模出动，抵达台海上空进行训练。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大国，不希望看到国与国之间冲突不断，但维护国家领土和祖国统一这方面，解放军绝不会做出任何退步。疫情期间，美国越来越放飞自我，完全不顾及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公然在军事上挑衅中国不说，还试图拉拢多个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围堵，就连在疫情上也试图让中国背锅。不难看出，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早已让美国失去理智。现在的中国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对付中国，美国不惜低声下气，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想拉拢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
从这也就足以证明，想让美国停止打压中国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国愿意停止发展，否则中美之间的较量就越演越烈。这次我军的军事活动，美国虽说没有靠近，但是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将会进入南海周边，与澳大利亚等国在该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可见，南海局势将会越来越复杂，大有沸腾之势。但就算这样，解放军也不会有任何妥协退步之意。中国已经发怒，美国倘若想继续跟中国作对，有胆子可以试试。解放军早已经严阵以待，时刻准备出击。想来拜登也该头疼了，解放军已经不好惹了。